哲学我从降临跟神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思考，包括斗牛啊什么的，因为斗牛讲的是牛跟那个斗牛士嘛，他是3个人物嘛，一个牛，一个斗牛士，中间安静下来一段之后，就是因为那头牛被斗死了，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一个天神下来去拥抱这个牛的灵魂，把他用手把这个牛的灵魂捧起来。捧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安静那一段，不是有一个声音在上面唱吗？那个声音我不是说就是它是个无字的声音，但那个声音代表是天神。然后下来之后，他把这个牛的灵魂捧起来，很大的一个神下来，在那个斗牛场上，然后用手把它托起来灵魂，然后去轻抚这个牛的灵魂。因为在天神的眼里面，这个牛和这个斗牛士，他们俩的生命是在天神眼里是对等的，众生平等。对，众生平等，它不是没有谁是重要的，但是在我们人类的视角，人是肯定是重要的嘛。最后一段很重的一个说唱的那段 rap 的时候，其实是讲的是，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总结，所有的那个看官一个总结，是希望大家性向善，对，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嘛。不能总以自我为中心去看这个世界，你可以以一个宏观视角来去看这个世界，可能你会轻松很多。神树降临也是一样，神树就是毁灭，讲的是如果你不爱这个世界，最后毁灭的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你自己，毁灭的是自己的文明，人类的文明，但地球还在那儿。降临讲的就是所有的东西，万物开始重新复苏嘛，万物复苏的时候，就开始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慢慢复苏，就有点像每一个纪元的结束到了另一个纪元的开启一样。对，是这么一个概念。但是你新的纪元开启之后，你就会又有一个污点，这就像那个太极的那个八卦图一样，你一个黑色里面是有一个白点的，你白色再纯净，它也有一个黑点在里面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它不断的循环轮回的。对。那个快车过船我们听完之后，那会儿就说其实很适合那个文物。三星堆吗？夏商周战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唐宋元明清唐宋时期吧，唐朝时期，大唐盛世的时候，有点那个宫廷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我觉得唐朝的时候是很有仪式感的，包括服装啊，包括礼仪啊，文学什么诗词啊这些，我觉得比较有仪式感。然后我觉得跟这个音乐就会有点像。商朝好像也挺有仪式感的，我记得小时候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是这样的。反正最不适合就是战国时期，战国时期适合那个永不熄灭的火焰，哎不对，永不熄灭的火焰更适合三国时期，战国斗牛挺像的。那个斗牛它前面就是那种很有仪式感，啊，就是上战场打仗之前的一个仪式感。那熄灭的火焰你不也是上战场登场？那没有斗牛那个仪式感强。那斗牛是那种仪式感，就是有点像那种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《复仇者联盟》里面，就是那个瓦坎达黑豹那个里面，他的 We go back 就是那个 home， 然后瓦坎达 forever， 他很有仪式感，他所有人一起喊那个口号的时候，斗牛前面是在有这种感觉，我是抱着这个画面感去写的前面，就是那种 follow hey， 就是那样，他是所有人一起，他是有那个仪式感的入场。然后在所有的跟他一起的人在退场，然后呢两个斗士在竞技场上开始斗。对，我是要这种画面。对，这个特色是聊到斗牛去了。不要聊，下次聊斗牛也不是不可以。对啊，也可以聊，都聊呗。对。其实我记得怪诞，我最初写这个歌的时候，是我先定的速度，因为我脑子里面是想写一个走路的歌。就是噔噔噔噔呲哒呲哒呲哒，就是要这种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鼓点，速度是最难定的。我想要一个那种就是让你一听就很想走起来，就是如果你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，你突然这个歌一响，你的身体就突然一下就会跟着这个律动走路，就拽拽的，就是就那种，哎，对，感觉自己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这种感觉。因为我想要它就是怪诞嘛。怪诞它其实就是我不在意你周围的眼光。我印象里有一个画面给我很深刻，就是周星驰有一次跟刘德华的一个电影吧，
他俩就是在走路就是很有律动性，然后拽拽的，就是两个人，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是那种感觉。主歌写还是比较快的，然后我就带着这个 demo 去找的正南，然后做 demo 的过程当中，就是除了主歌一样 ，B 段跟 C 段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风格，我就给他听了2个版本，然后我们就来选。一个版本就是现在大家听到这个版本，我写的第2个版本是这个地方会变得旋律线会拉长，然后变得比较柔，到了副歌完全变成另一个风格了，变成一个比较神圣的一首歌了。因为我想它是怪诞心理学，就怪诞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它要怪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神圣感，因为它要特别，但是我要想写它内心世界，这个表面的状态和它内心世界是要有区别的，所以我就想那个副歌要不要区分开。然后郑南就一直问我嘛，他觉得我真正想要的一个整体性是什么样的。后来我想整体性我还是觉得要律动强的，郑南就觉得还是新的这个旋律线比较好，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话是比较一个整体。我跟郑南合作就是有一个最好的点，就是说作曲这一块他是绝对不碰的，因为我很多都是现创作嘛。这个歌的 bridge 也是我在棚里面现写的，我不能一整3段都是嗨的，因为我必须要讲这个人的他的内心世界，他内心世界一定是安静的，所以那个 bridge 它是那个当我抹去皮毛烙印和符号，这个它是安静下来的嘛，就是我一定要写它的内心世界。但是我就觉得，那如果副歌我不要内心世界的话，我就一定要做一个 bridge 来去写它的内心世界，所以就现写了一个桥。但这个歌的桥我记得花了时间有点长，就至少得有个10几20分钟吧，就我俩一直在讨论。太凡尔赛了，我以为好几天呢。没有，因为我跟郑南都想早点下班，就一瞬间就出来了那种。因为你听上一段旋律，你自然就会有感觉到下一段它就是那个感觉，就一瞬间你能感知到它，所以它就来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那个怪诞心理学的 bridge 是我们俩其实是商讨了一下，因为我一直在旁边写。郑南他那个工作室里面，他自己有一台钢琴，然后他这边还有一台钢琴，我就坐这边，他坐那边，然后我就开始写，写完之后他就坐旁边等听，他会跟我交流，但是他不会去参与我的作曲，因为他会绝对的尊重我的作曲，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跟他合作很愉快的。但是他会给我意见，就比如说我说我写了这一段啊，这个 bridge 怎么样？他会觉得我觉得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往上走一点，或者哪个地方往下走一点？因为他会觉得我写完之后，他会觉得那这个地方怎么编？然后我说可以用钢琴编，然后或者是用什么乐器编，然后他就会思考合理性，然后觉得然后如果他觉得不是那么好的话，他也会给我建议，就是说可以再想想，然后我就可以再继续写，就是但他会等我，他会很耐心等我，虽然他很想早点下班，我也想早点下班，对，因为在我眼里面，我们去做 demo 就是很快就做完，就是那种，然后我就早点就走。对，但我跟他还是有要求的，就是一定要做出来，要不做不出来的话，心里没底。想起了那个郑南老师被白鬼和声支配的恐惧。比如那个尚雯婧的美丽，他就没想到会要录那么多鬼，应该是虚幻与现实，对，那个是最多的，哇，那个太离谱了，那个我真的录了好久啊，我天啊，和声录了得有7、8个小时感觉，然后唱才录了半个小时，不到1个小时。怪诞心理学就基本上就差不多这样了。然后那个 One Two Three Four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嘛，它就是因为它是也是我们现想的，就是因为听完整体之后，觉得那个地方它接的太顺了，它就会有2个词会重叠在一块儿。我以前其实做过重叠嘛，就是尾巴和第一句是重在一块儿的，但我觉得跟这个歌就不搭。然后我想那中间空下来吧，让到新的怪物戴上礼帽，我就觉得听这个感觉就不对，因为太安静了，它应该是往上推，而不是安静。虽然有时候休止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歌不适合休止，然后就是休止符，然后就临时突然想，我说能不能试一下用那种口号 ，1 2 3 4，加了这个口号之后才会想到说，是不是可以再加个口哨，就更有那个有种军训的感觉。临时想的就是临时创作，临时想，我就一直在那骂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不会跳舞，别给我立这个舞蹈天，我才不是啊！怎么这么累？累死我了，累死我还得换衣服啊！累死我了，证明不是我的问题。